管城10月的天气还热死人，只有早上和晚上才能让人感受到一丝深秋的清凉。海童一早起来给姐姐一家3口做好了早餐，又把客厅里乱七八糟的玩具收拾好，再拖了地，才拿了2只蒸好的馒头，揣上户口本，悄悄地离开了姐姐的家。从今以后，咱们 AA 制，不管是生活费用啊，还是房贷车贷，都得 AA。你妹妹在我们家里住着，也要叫她出一半，1个月给个2000块钱顶什么用啊？和白吃白住有什么区别？这是昨晚姐姐和姐夫吵架时，海童听到姐夫说的话。为了让姐姐的日子不至于鸡飞狗跳，他得从姐姐家里搬出去，但要让姐姐放心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嫁人。想在短时间内嫁人，连男友都没有的她呢，决定答应战奶奶的请求，嫁给战奶奶那位婚姻艰难的大孙子战印。下了楼，步行到外面的公路，恰好有一辆公车停在路边，海童小跑过去，看清楚那辆公车是经过民政局的，便抢在司机开车之前上了车。他挑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来，车子开动后呢，他一直看着车窗外面的街景。管城是个繁华的大都市，街道两边高楼莅临，尽显繁华。20分钟后，海童在民政局门口下了车。海童一下车，海童就听到了熟悉的叫喊声，是战奶奶。战奶奶！海童快步走过去，看到战奶奶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俊冷的男子，想必便是他要领证的对象战印吧。近前了，海童也看清楚了战印的样子，不由得错愕啊。在战奶奶的嘴里，他的大孙子战印年已30，但婚姻艰难，连个女朋友都追不到，他老人家忧心不已。因他有一次隐瞒身份独自外出时，不小心摔倒在路上，被海童救起并送医，2个人便认识了。熟悉之后，他老人家很欣赏海童的人品，得知海童25了也没有男朋友，便撮合海童和战印。海童一直以为战印年已30，连个女朋友都追不到，是个长相很丑的男人。毕竟他在战奶奶的嘴里是一位大集团的高管，收入很高的。事业有成的男人还单着，要么是眼界太高太挑剔，要么就是长得太丑，丑到连拜金女都咽不下去的那种。海童以为战印是后者，此刻见了面才知道人家那是前者。因为战印很帅，气质偏冷，站在战奶奶身边，阴沉着一张脸，显得特别的酷，流露出来的气息都是生人勿近。不远处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，然后车的标志是东风，不是几百万的豪车。这样让海童觉得他和战印的距离也不算远。他是寄人篱下，主要是舍不得姐姐和外甥，才会一直厚着脸皮跟姐姐住在一起。其实他收入也不差，他和老同学兼朋友在那个管城中校门口开了一家书店。管城中学是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于一体的名校，在校师生近万人，学生们需要用到的资料、各种文具量是非常大的，不过竞争力很大，因为左邻右舍都是开书店的。闲时呢，他还会编织些小玩意儿放到网上销售，销量还不错。1个月下来，扣除店里所有成本开支后，利润在与好友平分，加上他网店的收益，他的月收入能稳定在2万元以上。在管城月入2万都可以跻身白领阶层。不过他的收入姐夫不清楚，以为他的书店不赚钱，毕竟竞争力太大，故而才会处处嫌弃他。其实他每个月都给姐姐5000元，当是伙食和房租钱。就是他心眼多，叫姐姐存一半起来，以备急用，不要让姐夫知道。姐姐对他的收入略知一二，总叮嘱他别乱花钱，存点钱过2年买套房子，以求有个安身之所。海童这位便是我的大孙子战印，一个30岁还销不出去的老剩男。不过他人虽冷漠了点，还是很细心体贴的，你救过我的命。咱们也认识了3个月，相信我不会把不好的孙子推销给你的。战印听了奶奶对他的形容，睨了海童一眼，眼神深沉冰冷，但不说一句话。大概是被自家奶奶嫌弃的次数太多，有了免疫力吧。海童知道战奶奶有3个儿子，3个儿子各给他添了3个孙子，他老人家一共便有9位孙子，唯独没有孙女儿，因海童救过他，他与海童也投缘，便把海童当成孙女看待。战奶奶，海童的脸微红，
不过他还是落落大方地朝战印伸出右手，微笑地自我介绍：战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海童。战印锐利的眼神把海童从头削到脚，又从脚削到头，在奶奶以轻可提醒下，才伸出右手与海童握了握手，声音亦是低沉冰冷。战印。握过手后，战印抬起左手看了看腕表，对海童说道：我很忙，咱们速战速决。海童嗯了一声。战奶奶忙道：你们俩快进去办手续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。奶奶，你到车上去，外面热。战印边说着边扶着奶奶回车上去。海童看着他的举动，倒是相信战奶奶的话，战印为人是冷漠，但也细心体贴。虽说他和他是陌生人，不过战奶奶说他名下有房子啊，还是全款的，她嫁给他便可以从姐姐家里搬出来，姐姐也能放心，不用姐姐为了他老和姐夫吵架，他的婚姻不过是搭伙过日子罢了。很快，战印回到海童的面前，对他说道：走吧。海童嗯了一声，默默地跟着他进了民政局。在婚姻登记处，战印还提醒着海童：海小姐，你要是不愿意，还可以反悔，不用在乎我奶奶怎么说，婚姻那是大事，不能儿戏的。他是希望海童反悔的，因为他根本不想结婚，更不要说娶一个他今天第一次见面的陌生女孩。海童倒是如同奶奶形容的那般年轻漂亮，颇有书香气息，但呢，他们是陌生人呀。奶奶在他面前念叨了好几个月，小时候父母很忙，他是由奶奶亲自抚养长大，最是孝顺奶奶，在奶奶的一再要求下，只好来这一趟。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反悔。海童也是想了几天才决定下来的，既然决定了，就不会反悔。战印听他这样说，没有再劝，拿出了自己的证件，放在了工作人员的面前。海童亦然。办手续的过程，两人全程无交流，工作人员数次明着暗着提醒两人，这是结婚。他们可不希望一对新人领了证后成为一对怨偶。但两个人都很坚定，工作人员只能按部就班，帮两个人办理了结婚手续。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了2本结婚证，战印翻开来看了看后，便把其中一本递给了海童，说道：这本是你的。海童接过了小本本，道了谢。两个人一起走出去。在门外，战印停下来，等海童跟上来了。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串早就准备好的钥匙，递给海童，说道：我买的房子在明苑花园，听奶奶说你在管城中学门口开了一家书店。我的房子离你那里不算远，坐公车的话10几分钟便到。你有驾照吗？有驾照的话可以供一辆车，我可以帮你出首付，你每个月还车贷，有车方便你上下班。我工作很忙，早出晚归，有时候也会出差，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，不用管我。家里的开支，我每个月10号发工资后就会转给你。还有，为了不惹麻烦，咱俩暂时隐婚。战印可能在公司里习惯了吩咐人，他都不等海童说话就说了一连串。海童愿意闪婚，是不想再让姐姐为了他和姐夫争吵。他需要结婚，从姐姐家里搬出来，这样姐姐才能放心，是搭伙过日子的。战印主动给他房子的钥匙，他便不客气地接过了钥匙。我有驾照，暂时不用买车吧，我平时上下班都是骑着电瓶车的，电瓶车才刚换了新电池，不骑了就太可惜。那个战先生，咱们需要 AA 制吗？姐姐和姐夫有感情基础，姐夫都能提出 AA 制，觉得是姐姐占了便宜。天知道要照顾好一个孩子，买菜做饭，收拾屋子，要花多少时间？没有经历过的男人总觉得妻子在家里就是带带孩子，做做饭，很轻松。他和战印是闪婚，今天之前连面都没有见过， AA 只能自在一点。战印想都不想，沉声说道：我既然娶了你，就养得起你，养得起我们这个家，不需要 AA 制。海童笑了笑，那就按你说的。他也不会只占便宜不付出的，住进他的房子，家里需要什么，他自掏腰包添置便是，毕竟省了房租。相互付出，体谅对方，日子才能过下去。
战印又抬起右手看了看时间，随即对海童说道：“我很忙，得先回公司，我的车可以暂时借你开着回家，或者你打车回去，我给你报销车费，我奶奶我会送到我弟那里去。对了，我们先互加微信，方便联系。”海童掏出手机与战印互加了微信后说道：“我自己打车吧，你去忙你的。好，有事再联系。”战印在走之前还是给了海童200块钱打车，他不想要，他一瞪眼，他下意识就接过了200块钱。刚领完结婚证的小夫妻没有一起走出民政局，是战印先出来的。他出来后径直回到车上。我孙媳妇呢？战奶奶见到只有孙子出来，狐疑地问着：“你们俩一起进去的，怎么没一起出来？你反悔，还是海童反悔？”战印系好安全带后，才把自己那本结婚证拿出来，扭头递给奶奶。证领到了，我公司里忙得很，得赶回去开会，给了他200块钱，让他自己打车回去。奶奶，我送你到前方路口，就让保镖送你回家。你再忙也不能撇下海童一个人呀，你先别开车，等海童出来，送他回去，你再去上班。战奶奶说着就要下车，但车门被锁上了。奶奶，我已经答应你娶了她，其他事情你别再管，既是我娶妻，要过日子，以后我说了算。还有，她人品好坏，我得慢慢考察，在她不过关之前，我也不会和她成为真正的夫妻。战奶奶，咱们战家男儿不离婚，那就要看奶奶给我挑的老婆是否值得我付出一生了。战印边说着边把车子开动。你个臭小子，有你这样当丈夫的吗？刚领了结婚证就把新婚妻子丢下，自己开车走人的。战奶奶知道大孙子让步的极限就是与海童领结婚证，其他的呢？他坚持他的原则，他还真不能拿他怎么样，逼得太甚。这小子让海童守一辈子活寡，他就是害了海童。战印由着他奶奶骂，海童要是真的很好，他会给他幸福，要是骗了奶奶，平时的好都是装出来的，半年后他会与他离婚，反正他不碰他又隐婚，然后他离婚后也能嫁个好人家。车行了10分钟左右，便在一个路口停下来，那里停着好几辆豪车，其中一辆还是劳斯莱斯。战印把车停靠在路边，跟着下了车，把车钥匙扔给等着的一名保镖，吩咐送老夫人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要跟你住，陪着我孙媳妇儿。战奶奶抗争着，但她的宝贝大孙子已经上了那辆劳斯莱斯，对于他老人家的抗议充耳不闻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孙子坐着豪车扬长而去。战印呢，其实是管城商界的太子爷，亦是管城首富的当家人，身家1000亿。混小子，心真狠。战奶奶骂了大孙子一句，恶劣地嘀咕着：最好有一天你爱惨了海童，奶奶坐等你的打脸现场。再生气也无法把大孙子叫回来，战奶奶忙打电话给海童。海童已经坐着计程车在回家的路上。海童呀，阿印他工作实在是太忙，你别和他计较。海童摸了摸被他塞在裤兜里的结婚证，说道：战奶奶，我理解的，我不会介意，你也不用觉得内疚。他是给我了打车的车费的，我现在已经坐着车在回家的路上了。都领了证还叫我战奶奶呀？海童微愣一下，便改了口，叫了一声奶奶。老人家乐呵呵地应了。海童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阿印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教训他。好不容易才拐到一个孙媳妇，老人家可不允许孙子欺负人家。奶奶，我会的。海童也就是随口应着。虽说战奶奶对他很好，但战印是亲孙儿，他不过是孙媳妇，夫妻俩真闹矛盾了，战家会偏帮他。海童是不相信的，就像他姐姐的公婆一样，婚前他们对姐姐特别好，好的让他们的亲生女儿都嫉妒了。婚后就换了一副嘴脸，每次姐姐夫妻俩闹矛盾，她的婆婆都是指责姐姐当妻子当得不好。所以啊，人家的儿子始终是亲的，媳妇始终是外人。
你要上班了吧？那奶奶不打扰你了，晚上我叫厄印去接你回家一起吃饭。奶奶，我晚上很晚才会关店门，可能不是很方便回去吃饭。周末行吗？周末学校放假，他们这些书店是靠着学校吃饭的。学校放假，他们生意清淡，甚至可以不开门，他才有时间。也行。战奶奶很体贴地道，那周末再说，你先忙。他老人家主动结束了通话。海童却不是马上去店里，而是先发信息给好友沈小军，他会在中午学生放学之前赶回店里。办完了人生大事，他总得回去跟姐姐说一声，然后搬离姐姐的家。10几分钟后，海童回到了姐姐的家里，姐夫已经上班去了，姐姐在阳台上晾晒衣服，见他回来，关心地问：童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不开店吗？我中午再过去，中午忙。杨洋还没有醒。周洋是海童的外甥，现在刚2岁，正是调皮的年纪。还没，他要是醒了，家里也不能这般安静。海童去帮姐姐一起晒衣服，问起昨晚的事。童童，你姐夫不是要赶你走吗？他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我又没有收入。海玲替丈夫解释。海童不说话，姐夫就是变相的赶他走。他姐夫在一家公司当经理，收入高，姐姐与他是大学同学，本来也是同一家公司上班的，后来结了婚。婚后，姐夫深情款款地对姐姐说：以后我养你，你在家里休息，备胎。姐姐觉得嫁对了人，还真的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。婚后1年便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带娃，照顾家庭，让姐姐忙得再也没有时间打扮，也没有好好的保养身材，更没有办法脱身重回职场。一晃3年，她的姐姐已经从那个年轻漂亮的美女变成了身材肥胖、穿衣随便、不爱打扮的家庭妇女。已经失去收入的姐姐，因为她被姐夫提出要求 AA 制，那是逼着姐姐重回职场，但家里的大小事情还得姐姐操心。海童跟姐姐相差了5岁，在她10岁的时候，父母出了车祸，双双离世，自始她便与姐姐相依为命。父母车祸后的赔偿款本来够姐妹俩完成学业的，但是被爷爷奶奶要了一部分，外公外婆也要了一部分，余下的那点钱，姐妹俩省吃俭用才熬到大学毕业。因为老家的房子被爷爷奶奶霸占着，海童就一直和姐姐在外面租房住，直到姐姐嫁人，姐妹俩才结束了租房住的日子。海童的姐姐非常疼爱她，婚前就跟姐夫说好了，婚后要与她同住，姐夫答应得很爽快，现在却开始嫌弃她住在这里了。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你了。不是，童童，你别这样想，爸妈走得早，姐就是你的依靠。海童一阵感动，小时候呢，姐姐是她的依靠，现在呢，她想成为姐姐的依靠。她沉默了片刻后，便掏出了结婚证，把结婚证递给姐姐，说道：姐，我嫁人了，刚领的结婚证，回来跟你说一声吧，我等会儿就收拾一下搬出去。你嫁人了？海玲的声音揪得拔高了几10分贝，用尖叫都不为过。她不敢置信地看着妹妹，同时迅速地抢过了结婚证，翻开来看，还真是妹妹和一名陌生男人的结婚照。海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连男朋友都没有吗？结婚证上的男人长得很好看，但那双眼睛透露出来的都是锐利，神情过于冰冷，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人。海童在回来的路上就想好了说辞，当下便说道：姐，我早就谈了男朋友，他叫战印，只是他工作太忙，一直抽不出时间跟我回来见见姐姐。他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他，然后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姐，他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对我也很好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婚后也一定会幸福的。海玲还是不能接受，从没听妹妹说有男朋友，现在却说嫁人了。想到昨晚夫妻俩吵架的事，妹妹是听了去的，海玲顿时难受的红了眼睛，对妹妹说道：童童，姐有跟你姐夫说你给了伙食费的，你可以放心的住下去，不必着急的嫁人，着急的搬出去。他敢说
妹妹的男友认识时间不会很长，否则妹妹早就告诉他了。今天突然就领证结婚，是因为她丈夫嫌弃妹妹在这里住的时间太长了。妹妹为了不让她的婚姻亮红灯，才会着急的嫁出去。海童笑着安慰姐姐：“姐，真的与你无关，我和战印感情很好，我真的会幸福的。姐，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才对。”海玲却哭得稀里巴拉的。海童无奈地拥住了姐姐，等姐姐哭完了，平复了情绪。他向姐姐承诺：“姐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哈。战印的房子买在明苑花园，离你这里也不算远，我骑电瓶车也就10分钟的路程。他家里是什么情况？”木已成舟，海玲也只能接受问起妹夫的家庭情况。海童对战家其实不了解，虽说他和战奶奶认识了3个月吧，平时他并不过问战家的事。战奶奶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就听着，只知道战印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底下还有一溜的弟弟。战印在管城数1数2的大集团上班，有车有房，想来家庭条件也不会太差。海童便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姐姐。听说妹夫全款买的房，海玲说道：“那是他的婚前财产。童童，能叫他在房产证上加你的名字吗？房产证上加了妹妹的名字，好歹有个保障。”姐，你都说了，那是他的婚前财产，我是没有出到1分钱的。叫他在房产证上加我的名字，说不过去，这事不用提。一领证，战印就给了家里的钥匙，他可以马上搬进去住，解决了住房问题，已经很好了。他不会向战印提出在房产证上加他的名的，他要是主动往房产证上加他的名，他也不会推拒。既是夫妻，就打定主意过一辈子的。海玲也就是那样说一嘴，知道妹妹是自强的，又不贪财之人，便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。经过姐姐的好一番盘问后，海童才成功的从姐姐家里搬出来。姐姐还想送她去明苑花园的，恰好外甥周阳醒了，小家伙一醒来就哭着找妈妈：“姐，你先照顾洋洋，我东西又不多，自己过去就行。”海玲还要喂儿子，喂完儿子又要准备午餐了。丈夫中午下班回来，要是饭菜没有烧好，会骂她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，却连顿饭都烧不好，只能说道：“那你路上小心点，中午过来吃饭吗？”叫上妹夫：“姐，我中午要回店里，不过来了，你妹夫工作很忙。他说他下午要出差，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带他过来见姐姐。”海童撒了个谎，他对战印完全不了解，但听战奶奶说过他非常忙，天天都是早出晚归的，有时候还要出差，一出差就是10天半月的。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空，不敢向姐姐许下承诺，免得失信了。今天刚领证就要出差。海玲觉得妹夫都不体贴妹妹，我们只是领了证，还没有办婚礼，他要出差就出差吧，多赚点钱，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。姐，我先走，你快喂洋洋吧。海童向姐姐和外甥挥了挥手说再见，便拖着他的行李箱下楼。明苑花园他还是知道的，就是没有进去过。他叫了一辆计程车，直奔明苑花园。到了之后，他才记起忘记问战印他家在几楼了，忙掏出手机想打电话给战印，又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。好在相互加了微信，他便打了语音电话给他。战印正在开会，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他开会期间是不允许大家接私人电话的。他也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不过他手机放在桌面上。海童打来的语音电话，他很快就看到了。夫妻俩相互加好友的时候，战印并没有备注姓名。海童的微信名是深海里的美人鱼，他一看是个不认识的，想都不想，拿起手机便直接摁断了海童的语音电话，随即还把海童从微信好友上删除了。海童不知道他这一连串的操作，他见战印不接他的语音电话，便改为发信息。他问：“战先生，我现在明苑花园了，但不知道你家在几楼。”打完了字，再点发送，才发现他竟然与战印不是好友了。他看着手机发愣，怎么不是好友了呢？在民政局门口，
明明我们都交换了微信了的，难道我加错了？海童自言自语，努力回想自己有没有加错微信，确定自己当时是没有加错人的。现在两人不是好友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战印把他删了。他是不是忘记他们刚结婚的事？说实话的，海童要不是从姐姐家里搬出来了，过2天，他也能忘记自己有个叫战印的老公。海童改为打电话给战奶奶，等战奶奶接电话了，他说：“奶奶，我从我姐姐家里搬出来了，现在在明苑花园了。但我不知道战先生，就是我和战印的小家在几楼，奶奶，你知道吗？”战奶奶，海童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阿印，因为他老人家也不知道。战印为了考察海童，让海童知道的房子和车子都是新买的。他也是在2个孩子领证后才知道大孙子在明苑花园买了一套房。战奶奶说完就挂了电话，转而打电话给战印，却说战印一番操作，把新婚妻子的微信删了后，又把手机放回了桌面上，继续开会。结果不到3分钟，手机屏幕又亮了，看到是奶奶的来电，他只得接听。奶奶，我在开会。战印低沉地道，有事可以等我回家再说。阿印，你新买的那套房在明苑花园几号楼，第几层？海童搬过去了，但不知道在几楼，然后你不是加了他的微信吗？赶紧告诉他。战印剑眉一挑，哦，他记起来了，他今天结婚了，娶了一个素未谋面却深得奶奶喜欢的女孩子为妻，好像就是叫海童吧，而他刚刚把他老婆的微信删了。奶奶，你告诉他就在 B 栋8楼808便是。也行，奶奶告诉他，你继续忙你的。老太太行动上就是个风风火火的人，问到了答案就挂了电话，转而把结果告诉了海童。战印看着手机沉默了一下后，还是重新的向海童发出了加好友的请求。海童倒是不计较他刚才删了他的行为，答应了他加好友的请求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忘记你是谁了。战印发了一条信息给海童，向他道歉。海童是救过战奶奶的，当初向海童道谢的是战奶奶的儿子儿媳们。孙子们去医院看望老人家时，海童都不在，故而战印这种大忙人真的记不住海童是何许人，哪怕奶奶经常在他面前提起海童，他也没有听进耳里去，更不放在心上，就记不住海童的名字。海童回复他，没事，你忙，我搬东西上楼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就一个行李箱，自己可以搬上楼去。况且真要帮忙，你能回来帮我搬？战印老实的答道，不能，他忙得很，哪有空回去帮他搬家？海童回给他一个笑哭的表情，便沉寂了，没有再打扰他工作。战印也不再发信息过去，2个人都不了解彼此，没什么好聊的。战印只希望这个老婆能够听话点，不要老是有点小事情就麻烦到他这里来，他可没那么多时间搭理他。重新把手机放回桌面上，战印一抬头，发现所有人都看着他。战印若无其事地道，继续开会。距离他最近的是他的大堂弟，也是战家的2少爷战一晨。战一晨凑过来，小声问着，大哥，我听到奶奶跟你说的话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娶了那个叫什么童的？战印赏他一记刀眼。战一晨摸摸鼻子，坐正了身子，不敢再问了，但对大哥却是送上了万分的同情。他们战家儿郎虽不用联姻来巩固地位，但大哥大嫂那是门不当户不对啊。仅是因为奶奶喜欢那个叫海童的姑娘，就让大哥娶了，大哥太可怜了。战一晨再次送上万分的同情。还好他不是老大，否则娶奶奶救命恩人的就是他了。海童不知道这些，他问清楚他的新家在第几楼后，自己拖着行李箱找到了新家。开了门后，他进屋发觉房子挺大的，比他姐家里要大，装修的也很豪华。放下了箱子，海童先参观一遍房子，这以后也是他的家了。2厅4房1厨2卫2阳台，每个空间都挺大的。海童预估这套房子至少在200平方以上，就是家具很少，只有大厅里放着一套沙发、茶几以及一个酒柜。
4间房里面只有2间房里放有床和衣柜，另外2间房里还是空荡荡的。主人房是套房，里面被分为卧室、小衣帽间、小书房、浴室间、洗手间。虽被分了些空间，主人房依旧很大，可以和大厅比个高低了。这应该是站印的地盘。海童选择了住在另一间有床的房间，挨着阳台，采光不错。跟主人房隔了1间房，这样夫妻俩也能保留着自己的私人空间。虽说领了证，海童想着只要站印不主动要求过夫妻生活，他是绝对不会主动提出来的。把自己的行李箱拉进房间后，海童又转进了厨房。厨房里干干净净，厨具一样都没有，两边阳台上也是空荡荡的。因为地方大，连2个阳台都给人很宽敞的感觉。海童觉得在阳台上养上些花草，再买张秋千椅回来摆在阳台上，闲时坐在秋千椅上看看书，赏赏花，惬意得很。看来站印平时是不在家里吃饭的，他现在住了进来，肯定要开火做饭。于是海童先从厨房入手，上网买了一堆厨具。至于在阳台上养花、买其他家具这种事情，他想等站印回来了问问他的意思。怎么说都是他的房子，他是蹭住的人。下单买好厨具后，海童看看时间，得赶回店里帮忙了。他抄起钥匙，拿着手机匆匆地下楼去。等他回到店里的时候，刚好是学生放学的时间。好友沈小军关心地问他：童童，你上午去做什么了？我搬家啊。搬家？为什么搬家？你在你姐那里住的不是好好的吗？海童看看外面，虽是放学时间了，学生们都还没有出来，暂时不忙。他便告诉了好友原因：我姐夫嫌弃我住在他家里，老是和我姐吵架，我不想再让我姐为难，便搬了出来。你又不是不给伙食费和住宿费，你姐夫还嫌你。平时瞧着你姐夫对你还挺好的呀。沈小军觉得海童的姐夫不地道，又不是白吃白住的。海童默了默后说道：我每个月给我姐5000块钱，不过我叫我姐存起来3000，只跟我姐夫说我给了2000，我姐在家里带孩子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分分毫毫都要伸手向我姐夫要的次数多了，我姐夫会给我姐脸色看。他存点钱，遇着急事能拿出来应急，免得被我姐夫骂。沈小军一想，也觉得好友做得对。他叹道：男人总喜欢说我养你啊，等真正要他们养的时候，却又嫌东嫌西，骂得半死。咱们女人一旦嫁了人，既要为这个家庭付出，还要承受各种误会，太不公平了。等杨洋上幼儿园后，叫海玲姐找份工作，咱们女人呀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着经济独立，有钱腰肢都能硬起来。海童点点头，他姐姐早就想上班的了，是孩子没有人帮忙带。公婆一边骂他姐赚不到钱，只知道花他们儿子的钱，一边又不肯搭把手帮忙带娃，还想催他姐生2胎呢。你姐肯让你搬出来？沈小军知道好友姐妹俩相依为命多年，海玲姐最是担心妹妹，怎么肯让妹妹搬出来？我嫁人了。哦，啥？你嫁人了？你男朋友都没有，嫁给谁？沈小军消化了好友这句话后，吓了一大跳。等会再告诉你，现在说也说不清楚，该忙了。有不少学生走进了他们的书店，沈小军想问个清楚，暂时都没机会了。2个人一直忙到学生们都回家了，才有时间叫个外卖。童童，快说怎么一回事？你嫁给谁了？你丫的招呼都不招一声就嫁人了，说好一起当单身贵族的呢。2个人是老同学，又是好闺蜜，海童信得过她，便把自己闪婚的原因都告诉了好友。就是她闪婚老公的资料，她知之甚少，无法细说。听完后，沈小军瞪着海童好半晌，伸手就戳海童的额，说他：你胆子还真够肥的，第一次见面就敢领证结婚，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地方住，大可以搬来我家里住，我家里多的是空房间。沈小军家里条件很好，他出来开店是打发时间。你要是想找个人嫁了，好让海玲姐放心，可以找我堂哥呀。我堂哥为人忠厚老实，脾气温和，又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让他娶你
他绝对乐意的，不好过你嫁给一个陌生人啊。当初你救的那位老奶奶，该不会是故意想算计你，才会假装摔倒，让你就起送医的吧？海童失笑的道：小军，你堂哥有女朋友的，战奶奶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与战先生虽不熟，看得出来他那个人的人品应该不错的。反正我就是找个人搭伙过日子。沈小军嘀咕着，我伯娘不同意我堂哥和他女友吗？婚姻不是儿戏，你怎么能随便找个人搭伙过日子？彤彤真是被你气死，海玲姐知道真相后会难过死的。